运球就看 Uncle Joe， 战术就学 Coach Lu。大家好，我是非官方指定鲈鱼 Coach L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在休赛期迁入克莱·汤普森后，独行侠构建了一个3巨头为核心的阵容，旨在让克莱成为球队的第3大稳定得分点，与东欧组合相互牵制对方的防守。常规赛开始后，克莱在融入球队体系方面初见成效，但独行侠仍处于阵容磨合期。上一场主场不敌火箭便凸显了他们尚未达到最佳状态。接下来的比赛日，独行侠再次坐镇主场，迎接魔术队的挑战。本场比赛中，东契奇从一开始便火力全开，无解的表现帮助独行侠迅速建立起巨大的领先优势，使得比赛早早失去悬念。最终，独行侠以108比85大胜魔术，成功避免了2连败。当今 NBA 联盟中涌现出众多才华横溢的年轻球队，如上赛季崭露头角的雷霆和森林狼，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同样经历多个赛季磨砺的魔术队也拥有一批潜力无限的超新星，其中22年的状元秀班凯罗更是展现出了冠军相。在之前与步行者、公牛队的对决中，分别砍下50分和31分，进步显著。然而本场比赛因班凯罗的伤缺，魔术队失去了绝对核心，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们在客场遭遇溃败。在没有班凯罗牵制独行侠的防守的情况下，魔术队难以在场上找到空位得分机会。面对独行侠严密的1对1防守，魔术队的主要得分手集体失准。在首发阵容中，得分最高的小瓦格纳虽然得到了13分，但命中率减为15投6中。赛季初进攻表现不稳定的东契奇在这场比赛中首节就找到了投篮手感，他突破和投篮都如入无人之境。上半场底线戏耍艾萨克的一幕更是让球迷们兴奋不已。东契奇全场22次出手命中11球，其中包括5记3分球，贡献了32分、9个篮板和7次助攻的全面数据。东契奇在进攻端的单点爆发，为队友创造了足够的进攻空间。尽管比赛早早失去悬念，欧文也没有全力进攻，但他仍然交出了17分、2个篮板、3次助攻和2次抢断的全能表现。然而克莱·汤普森的3分手感不佳，仅5投1中，得到9分。独行侠3巨头在外线展现出巨大的牵制力，使得首发中锋加福德在这场比赛中受益匪浅。他凭借高效的表现，13次出手命中9球，轻松得到18分，并抢下8个篮板，还有1次抢断入账，完完全全的统治了魔术队的内线。客场惨败给独行侠后，魔术队已经遭遇3连败。下一场比赛，他们将客场挑战由亚历山大领衔的雷霆队。如果班凯罗无法及时复出，以魔术队本场比赛的表现来看，他们很可能再次遭遇客场惨败。自本赛季揭幕以来，汤普森与希尔德无疑成为了最受瞩目的2位射手，原因在于他们均在新赛季转换了东家，并且都与勇士队有着不解之缘。汤普森离开了勇士，而希尔德则加盟了勇士。作为联盟中的顶级射手，两人因这段特殊的渊源而频繁被人们拿来比较。纵观赛季初的6场比赛，这2位射手均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然而在对比之下，希尔德的表现似乎更为耀眼，超越了作为3D 球员的汤普森，成为了名副其实的8D 球员。在没有库里的2场比赛中，勇士队取得了3连胜的佳绩。鹈鹕队的球员们或许会有这样的疑惑，他们是否应该冲上前去揭开希尔德的面具，看看里面是否藏着另一个库里？赛季至今，希尔德在仅出场24分钟的6场比赛中，场均能够贡献21.2分、3.6个篮板、2.6次助攻和1次抢断，投篮命中率高达 49.4%， 3分命中率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50%， 罚球命中率则是100%。他场均能够命中 4.8 个3分球，同时在防守端也展现出了比以往更加积极的态度。此刻勇士队的球迷们对克莱的怀念或许已经被希尔德的出色表现所冲淡，看起来勇士队旧有的水花兄弟组合刚刚散去，新的水花就已经在荡漾了。而且克莱身价高昂却不愿意打替补，而希尔德则物美价廉且非常乐意并适合打替补。这样的对比之下，勇士队的阵容似乎变得更加合理了。同时勇士队强调团队和轮转的防守体系，也能够很好的弥补希尔德在防守端的不足。虽然希尔德的防守算不上出色，但相比上赛季的克莱来说，他的防守能力也并不算是降级。希尔德这位在职业生涯初期就被寄予重建核心厚望的球员，其生涯中的高光时刻并不罕见。
自新秀年被交易至国王后，在仅仅25场比赛中，他就展现出了超过40%的三分命中率，以此便稳固了自己作为联盟顶级三分射手之一的地位。若非因防守短板以及与福克斯位置重叠，国王或许不会轻易放弃这位单场能飙进11个三分的悍将。无论是在国王、步行者还是短暂的76人时期，希尔德的三分球水准始终保持在联盟顶尖水平，他总能以高效且高产的三分球为球队贡献力量。他那精湛的三分球技艺正是他在 NBA 立足的根本，毕竟他曾夺得20年三分大赛的冠军，这可不是轻易得来的荣誉。希尔德的三分总命中数已经达到了1944个，位列历史第2位，而他仅用637场比赛就达到了这一成就。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三分球命中率高达 40.1%， 排在他前面的20位球员中仅低于库里、克莱、科沃尔和雷迪克4人，而在场均三分产量上，他又比科沃尔和雷迪克高出不少。当然，赛季才刚刚开始，希尔德不可能一直保持如此火热的手感，在漫长的赛季中，他必然会经历一些手感冰凉的夜晚，从而将整体命中率拉回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随着库里的伤缺，勇士队接下来的比赛将面临真正的考验，他们将在接下来的6场比赛中对阵火箭、奇才、凯尔特人、骑士、雷霆和独行侠等球队，其中凯尔特人、雷霆、骑士和独行侠都是实力不俗的对手，想要赢得其中任何一场比赛都不会轻松，就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希尔德的魔力还能延续多久吧。截至目前，希尔德三分球命中率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51.7%， 这一成绩使他与3球并列联盟第2，仅次于命中32记三分球的爱德华兹。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 NBA 历史上仅有库里能在赛季前6场比赛中投进30加的三分球，而库里曾5次达成这一成就。如今爱德华兹、希尔德以及3球都在这一赛季中实现了这一历史性的壮举。在此之前，从未有球员能在加盟新队伍的前6场比赛中至少投进27记三分球，而希尔德则开创了历史，成为首位在新球队前6场比赛中命中30记三分球的球员。尽管库里因伤缺席了3场比赛，但在希尔德的出色发挥下，勇士队在前6场比赛中总共投进了103记三分球，刷新了队史纪录。从个人数据对比来看，希尔德场均得到 22.2 分，场均命中 5.0 记三分球，三分命中率高达 51.7%， 而汤普森场均得分仅为 14.5 分，场均命中 3.3 记三分球，三分命中率为 37%。 显然希尔德在数据上更为出色，不过勇士队和独行侠队在赛季初的战绩都相当不错，勇士队取得5胜1负的战绩，独行侠也达到了4胜2负，这表明希尔德和汤普森都很好的适应了他们现在的球队。独行侠目前以4胜2负的战绩排名西部第4，场均得分 110.3 分，位列西部第10，但场均失分仅为 105.3， 高居西部第4，展现出强大的防守实力。球队核心东契奇场均贡献 27.2 分、8.4篮板、6助攻，尽管数据较上赛季有所下滑，但克莱的加盟分担了他的得分压力。欧文场均 24.5 分、5.6助攻，克莱场均 15.6 分、3篮板，三巨头合力场均得到 67.4 分。本赛季西部赛区的开局竞争异常激烈，与东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如雷霆队至今保持不败战绩，而太阳和勇士也仅各输1场。独行侠若想在本赛季有所建树，就必须在赛季初期稳扎稳打，不容有失。此役过后，独行侠的战绩提升至4胜2负，成功跻身西部第4的行列。对于独行侠而言，这些看似实力悬殊的比赛，实则都是必须拿下的关键之战。在这场胜利中，独行侠有5位球员的表现尤为突出。首先是东契奇，他终于迎来了一场相对轻松的比赛，不必再像之前那样拼尽全力。东契奇全场22投11中，其中三分球13投5中，砍下了32分、9个篮板和7次助攻的全面数据，无疑是球队的中流砥柱和战术核心。其实东契奇每场比赛都渴望以这样的高效表现带领球队前进，但无奈对手实力参差不齐，并非每场都能如愿。欧文同样表现出色，他在这场比赛中显得游刃有余，几乎都是在划水的状态下就帮助球队取得了胜利。欧文全场贡献17分、3助攻、2篮板，对他来说，这样的比赛只需保持正常水准即可。第5位要提及的是 PJ， 尽管他的数据仅为7分、4篮板、2助攻，但他的实际价值远超过这些数据所能体现的。PJ 在本赛季继续扮演着优质3D 球员的角色，是东契奇身边不可或缺的得分助手，这一点有目共睹。至于汤普森
森他最近3场比赛在3分线外的表现确实不尽如人意。本场比赛汤普森3分球5投仅1中，命中率仅为20%，而在过去2场比赛中，他的3分球命中率也持续偏低。对于汤普森而言，3分球无疑是他目前最需找回的状态。我们不妨给予他更多耐心，毕竟他需要时间来调整，就像他在勇士时期所经历过的那样。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还没看够，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那就点点订阅，卢宇我期待和你一起上球。